大家好，我是 Host，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今天带什么表呢？今天我又来到高雄的知名表店名人钟表，准备带你一起认识一款来自 Seiko 的重磅作品。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过那款利落、对称、拥有仪式感设计的 KINSEKO KSK 吗？它的表有锐利到几乎可以当尺用，整体线条简洁有力，那是一种戴上去就像穿上正装西装的感觉。从那天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种正装的仪式氛围。而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样是 KINSEKO， 但这次走的不是严谨派、正装派，而是一个充满70年代色彩与张力的复古时代。今天的主角就是 Seiko 最新发表、话题性爆棚的 KINSEKO VELEX 系列。这个系列从命名开始就有点不一样，它不只是单纯延续 KINSEKO 的经典血统，而是回到1972年那个日本流行文化大爆发、设计最敢玩的时代，重新唤起当年的大胆鲜明与强烈视觉冲击。今天这支影片我会一次带你看完这系列的4个版本 ：SLA 083黄昏紫、SLA 085午夜蓝、SLA 087日出银，还有限量版的 SLA 089金棕色。4款面盘各有风格与个性，却都传递一个讯息 ：KINSEKO 不只是复古，而是再次回到当年最有生命力的灵魂核心。那为什么 Seiko 要从 VELEX 这个系列出发，来重新定义 KINSEKO 的未来？那我们先从它的历史说起。KINSEKO 的故事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从1960年代开始，它就是 Seiko 内部的另一套王者制表语言。那时候 KINSEKO 不只是精准与工整著称，更有一种不甘示弱的态度，因为他的对手正是自家兄弟 Grand Seiko， 两者当时就是在品牌内部进行技术与工艺的竞争，互别苗头，也一起把 Seiko 推上世界舞台。但你可能不知道 KINSEKO 其实有一段曾经非常不一样的时期。1972年正值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流行文化全面爆炸的年代， KINSEKO 推出了当时最具突破性的一个子系列 VELEX。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特别，其实它是5个单字的缩写：鲜明、主动、创新、另类和舒适。简单来说， VELEX 就是 KINSEKO 历史上最不保守、最敢玩的系列。它代表着一种对传统制表语言的挑战，也象征那个年代设计师想要突破框架的野心。当年的 VELEX 是什么样子？不是讲什么设计语言、文化系谱这种学术派词汇，而是那种一看到就会说哇这是什么的视觉冲击。它有着极夸张的多面切割表壳、浮夸又迷人的色彩，甚至还搭配珠光与放射状的表盘光泽，整体风格非常有70年代那种张狂、自信、走在时代最前线的感觉。而这次2025年的全新版本，不只是简单的致敬复刻， Seiko 并没有照本宣科的去复制当年那个年代的设计，而是重新把当年的精神用现代的方式诠释出来，材质更讲究，比例更精致，机芯全面升级，整体变得更适合现代人的穿搭与佩戴节奏。所以这不是什么文青式的复刻情怀，而是一种从1972年穿越而来，带着光、带着自信，也带着雕塑感的存在。这是一款会让你戴上去后忍不住照照镜子，忍不住在阳光下转个角度欣赏反射光影的立体表款。不只是设计浮夸，而是一种让你勇于成为焦点的宣示。这系列表款的命名与配色其实藏着一个细腻的铺陈，从日出到日落，从都市晨光到深夜街景，3款色彩各自对应的一天当中东京不同的光景，透过颜色、纹理与光影，刻画出时间流动的诗意感。这不只是一组配色，它几乎就像是一首时间诗。KINSEKO 这次的 VELEX 系列把这个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先来看看盘面的色调。SLA 083黄昏紫，目光染色的城市剪影，这是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紫色。它不像皇家紫那么的高调，也不像是薰衣草那么的温柔，它有一点点深红，一点点定蓝，再加上一种木色才会有的低饱和光感，就像是傍晚6点半东京铁塔背后的天空，阳光还没完全落下，但灯光已经悄悄点亮。在不同角度下，这只表的盘面会从灰转紫，从深转亮，配上水平压稳的盘面纹理，立体的时标与内凹盘面，有一种极迷人的渐变层次感。SLA 085午夜蓝，静谧夜空下的城市呼吸。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款午夜海军蓝，
我一看到这只表就觉得这才是可以天天戴，不会腻，也不会太过成熟的正装表。它不是常见的宝蓝色，也不是灰蓝色，而是一种带着深沉墨感的海军蓝。在光线下，它有淡淡的反光层，有光泽，不浮夸，不沉闷，就像晚上10点的银座街头，地面反射着霓虹灯光，当整座城市已经渐渐安静下来，感觉低调却不会被忽略，安静却有分量。SLA 087日出银，光从盘面中心慢慢扩散。这是一款设计概念非常明确，是早上7点阳光从窗帘缝隙洒进来的感觉。它的盘面是明亮奶银色，但不是完全平面的那种银，而是中间有一道立体的水平纹带，搭配抛光时标与秒针，让整体呈现一种中心向外放射的效果。整只表不会太花俏，但在光线强烈的环境下会非常闪，是那种清晨第一道光照在墙上的纯净感。而且比起其他3款，这一支对肤色的包容性最高，几乎谁戴都合适。而最后这款 SLA 089金钟限量款，就是温热午后的一杯热可可，是这次4款中唯一的限量表，全球仅700只。这种带着一点焦糖、带一点金属感的棕色，搭配盘面上的光影折射，一种非常温暖、不失华丽的气质。我觉得这颜色不是人人都敢戴，但一旦搭配得好，它会让你整体穿搭瞬间升级。我觉得就像午后时光，阳光斜射在木质地板上的色彩，有故事，有余韵，而且会越看越有味道。这款表的盘面设计采用了 Kinseco 特有的3层结构，底层是带有横纹细节的主盘，中层是立体金属时标，最上层则是高拱形的蓝宝石镜面。当光线照进来，这3层之间会产生强烈的反光与阴影变化，像是时间被层层折射后重新组合而成的画面。我在拍摄中也花了不少时间捕捉这种盘面的反光细节，它更像是懂得玩光影的艺术品。你应该也发现了，这款 Venus 有个非常关键的特色，就是它使用了罕见的无表圈设计。这设计不只是在外形上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它的整体结构产生了视觉上的浮雕感。先说一下数据，这只表的厚度来到 14.3 毫米。如果照传统逻辑，这会让人担心会不会太厚，戴起来会不会有负担。但实际戴上去，我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它没有外框表圈的堆叠感，而是借由表壳四周的斜切面以及镜面、表耳自然连接的轮廓线条，让整体看起来反而更加轻薄。特别是那微微向下弯的表耳，加上链接的柔顺度，让这只41毫米的大表壳戴起来竟然比预期的还要服帖稳定。如果你曾经戴过传统的 Kinseco KSK， 应该对那种锐利、角度分明、表耳线条印象深刻。但这次的 Venus 属于酒桶型表壳，本身就像一块经过建筑师精算的金属方块，它不是对称的美，而是透过大量不对称的切角，让整体标体像是一座现代都市建筑。每一条切线都有逻辑，有光影，从不同角度看会闪出不同的表情。你可以想象清晨的阳光打在一栋全玻璃帷幕的大楼上，那种线条、反光、结构的节奏感，就是我在这次 Venus 看到的感受。再来，我真的要提一下这条链带，它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使用的是一体式链带结构，不只是视觉连贯贴合手腕，重点是每一节链结都做了非常精致的多重切角处理。而且不只是单纯抛光或拉丝，而是镜面抛光与断面刷纹的混搭工艺。只要轻轻晃动一下，那光线真的会像跑马灯一样沿着链带滑过去，但不是那种廉价的闪，而是一种细腻、有层次，甚至有点高级金属质感的亮。特别在灯光下捕捉这段画面，你会发现每一节链接的边缘都会在某个角度闪出明亮的反光，而中间则是带着细腻雾感的拉丝纹理，这种光影变化实在非常迷人。这样的设计除了本身质感拉满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自然融入不同风格。你穿衬衫，它又不会过于硬派；你穿西装，它又能补足金属的存在感。即使是日常穿搭，也能替整体造型加分。在表壳设计上，采用了蝴蝶扣搭配双边快拆按钮。不管是相换皮带、帆布或是胶带都非常方便，但老实说，我完全没有想换表带的念头。
因为这条原厂链带真的是太好看了，闪闪发光又不浮夸，细节感满满，快拆设计操作顺手，让我觉得非常直觉，很到位。我认为这是 Kinseco Menace 系列最重要的一次升级，其实不只是在外观，而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是的 ，Seiko 给了 Kinseco 一份真正的尊重。它首次搭载了来自 Grand Seiko 协同的高阶机芯 8L45， 这不仅是象征性的升级，而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讯号。从今天开始 ，Kinseco 不再只是复古支线，而是 Seiko 品牌蓝图里正式回归的重量型支柱。过去的 Kinseco 虽然外形越来越好看，但大多搭配的是 6R 或 6L 机芯，性能稳定性是有了。但那种高阶机芯特有的精致打磨与高正品的节奏感还是稍微差一点点。但这次 Menace 一口气跳过中阶线，直接搭载 8L45 机芯，这是一枚28800次高正品的自动机芯，拥有72小时动力储存，日差范围在正10到-5秒。它的原型这是 Grand Seiko 里备受肯定的 9S55、9S65 系列，只是在打磨调教上稍微降低一阶。用以打造更亲民、更具性价比的配置。还有一点对我来说非常的关键，就是 Kinseco 首次采用透背的设计。对于一个讲究细节的品牌来说，敢不敢给你看机芯就是一种自信的展现。而当你透过这块蓝宝石透明底盖往下看时，真的会发现这颗 8L45 有它值得欣赏的地方。它的桥板与自动舵有宽条纹双饰与细致的拉丝刻线，还有打上 Seiko 字样的刻印。我觉得 Seiko 这次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不再只是怀旧，而是认真地把 Kinseco 当一回事。然而，一只表再怎么美，最终还是要戴在手上，跟你的日常生活合拍，这才是关键。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实际佩戴这款 Menace 的感受。我的手围是8英寸，算是比较粗的手腕。通常遇到厚度超过14毫米的手表，我都会有点担心，怕会不会戴起来太凸，或者是整只表的重心感觉有点压手。但 Menace 给我的第一印象完全颠覆了这些疑虑。虽然厚度来到 14.3 毫米，但因为它是无表圈设计，加上整体表壳的切角贴手，线条顺着手腕走，戴上去的那一瞬间，让我有种稳稳的包覆感。那种感觉很特别，不是松松的轻盈感，也不是贴太紧的压迫感，而是它刚刚好在那里，很自然的跟手腕融为一体。整体比例设计的非常精准，加上链带柔软度也够，那种手腕与金属之间的过渡感不硬不咬手，也不会卡。再加上它多切角的外形抛光，会随着你手部角度、光线变化，闪出非常漂亮的反射线条。这一点我真的很喜欢。重量方面，整只表含链带大约170克左右，这听起来好像不轻，但实际戴起来完全不会有负担。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配重点设计的恰到好处。它的重心位置靠中，戴起来不会前重后轻，也不会滑动倾斜。链带的宽度也很刚好，能把重量均匀分散开来。整体来说，我会形容它是有存在感，但不沉重。看到这里，可能在荧幕前的你已经开始在想了，这只表外形这么有设计感，又用上 8L45 高阶机芯，那到底多少钱呢？目前这系列建议售价是新台币95000元。你如果熟悉 Seiko 的品牌架构，应该会发现这个价格非常有意思。它刚好卡在 Grand Seiko 的门槛边缘，却又保留了 Kinseco 那份自我风格的空间。这不是一款单单能用规格去计算 CP 值的产品，而是它在设计、佩戴感、机芯实力这三者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平衡点。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要在不到10万的价格带里买到一只具备 8L45 高阶机芯、有立体盘面层次感、雕塑感合体，还搭配精致切角链带，并且来自拥有完整品牌历史文化脉络的 Seiko， 其实选择真的不多。我自己在体会这款 Menace 的时候，心里有一股很深的感受。它不只是复刻，它像是从1972年穿越而来，把那个年代的设计语汇用2025年的语境重写一遍。从盘面细节到外壳线条，从链带切角到每一面反射的观感，它都不是在玩安全牌，它在说这是一款由设计师主导的概念作品，有温度、有态度、有辨识度。最后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这4款 Kinseco Menace 的个性特质。SLA083 黄昏紫，如果你喜欢有一点神秘感
又想在穿搭中加入低调的华丽，这支非常有戏剧张力，就像城市黄昏的光，柔中带光，稳中带亮，走在路上自然就会闪出自己的风格。SLA-085 午夜蓝，这支是我最喜欢的一款，它不会太成熟，也不会太轻浮，有深度，有安静的质地，是一种很稳定的存在，在高调与内敛之间抓得刚刚好。SLA-087 日出银，表如亲民，充满朝气，干净利落，非常适合每天充满动能、乐观开朗的人。阳光照下去，盘面会像清晨阳光一样闪起来，很有生命力。SLA-089 金钟限量，这支色调非常特别，我觉得它就像是一杯刚冲好的黑咖啡，颜色有深度，有温暖，香浓又带着回甘，很适合收藏，也是这4款里面最有余韵的一支。看到这里，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以上是对 KingSeiko Veilance 的介绍，你对这款创新 Veilance 有什么看法？如果让你选，你会选哪一支？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选择和理由，让我一起看看在观众中哪一支最受欢迎。老朋友记得帮我按个赞，留言签到。新朋友请记得订阅厚实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会带来更多表款的精彩介绍。谢谢你的收看，我是厚实，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次见，拜拜。